大家好，元旦假期快乐！大家玩 Stable Diffusion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应该也接触了 SDXL Turbo 以及 LCM LoRa 两个快速出图的模型，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一起对比看一看，看哪一个出图比较快、比较好用。首先先看到 SDXL Turbo 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下载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当然，你也可以去 Swift AI 上边直接去搜索这个模型的名字进行下载，也是 OK 的。然后这个页面呢是这个模型的一些介绍，大家下来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 SDXL Turbo 这个大模型呢，相当于是 SDXL 1.0 模型的一个精炼版本。我们再往下看到这一张图，这个图片质量，这个 SDXL Turbo 这个大模型，它是一步就可以出图，这个采样步数真的太少了。然后一步出的效果相当于是 LCM 的4步出图效果，也相当于是 SDXL 1.0 模型的50步的这个出图效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先去下载这个大模型，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进行下载。然后这里有两个，一个是它的完整版，一个是它的精炼版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版大小还是非常大的，13.9 GB 这样的一个大小。下边这个就是精炼版本就要小很多，根据自己需求进行下载就可以了。点这个箭头进行下载，然后它的一个使用就跟我们正常使用大模型是一样的。然后你下载好的这个大模型，你就放到这个地方来，你先找到你的 WebUI 的这样的一个根目录，然后找到 Models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找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文件夹，点进来，然后把刚刚下载的这个 Turbo 这个大模型放进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进行使用，在这里你刷新一下，然后呢选择这个 SDXL Turbo 这个大模型，然后当然 V1 我们就不能用这个了，我们就自动吧。然后这个提示词，我就用我之前的这个提示词，然后再往下，这个 Turbo 这个大模型呢，它是可以不用这个反向提示词的。然后采样方法，你可以用这个 ULA， 也可以用 DPM++ 等之类的一些格式。然后我们就根据官方的一个介绍，它的一些官方给的一个建议的参数来。然后他说的一步出图，对吧？我们就是把这个改成一步，然后大小就512×512这样的一个大小。然后这个 CFG 值1到 1.5 我们就设为1，然后其他我们不变。我们可以看一下生成。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它用了 9.8 秒，但是生成的一个效果我感觉很一般。然后这是第二张，用了 5.7 秒，可以看一下，就是效果嘛，反正就感觉是一般的。再生成一次，然后这里 4.9 秒，可以看一下。当然是不是这个效果是因为这个步数少了的原因还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用这个 XYZ 图表看一下。然后这个 X 轴，我们就把它设为迭代步数，然后我们就设为8张图吧。然后 Y 轴我们设这个采样方法，然后这个我们就选择几个吧，就选择这4个采样方法吧。然后我们给一下这样的一个 XYZ 这个图表，我们点生成，然后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对比图，你可以看到这个迭代步数就是往上走，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个步数，它的过拟合也就越严重，就是图没法看了，对吧？还是这样的一个低的一个步数，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这个如果你用 ULA 这个采样方法的话，1到4步都还行，后边的感觉就不太行了，就是这块儿。所以说还是要采样方法比较低，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用这个就是 Turbo 这个大模型。当然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章这个地方写的，把它翻译成中文。可以看一下，它生成的这个图像具有固定的一个分辨率512×512，就是没办法去生成大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嘛，就是它的这样的大图的一个效果。这里我们改成1024，同样我们改成1024，然后往下，我们把这个对比图给关了，然后还是用这个提示词，我们点击生成。
好，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它图是能够去生成的，但是这个图的质量嘛，要不起，就是这种大图它经常容易出现这种多耳啊、多腿啊，反正就比较畸形的一个图。所以说这个 SDXL Turbo 这个大模型呢，它是不能去生成1024×1024这种大图的，然后这是它的其中一个局限性。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它也没办法去实现比较完美照片级的真实感，而且一般情况下，面孔和人物可能无法正确的去生成。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这里我们换成人的，比如说这里，我们给它换成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词，就比较简单。然后下边这里改成512，我们多去生成几张图。然后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图片，它的脸部就是仔细去看，它是有问题的。你看这里，它的嘴呀、眼睛呀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很难去生成比较正确的一些脸部。这是它的一个出图的一个质量，所以这个是人的这个出图效果。所以在这里的话，也有很多就是大佬嘛，然后他们去训练了新的一个 Turbo Vision XL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模型，就是它是可以去生成大图的，可以去 Swift AI 上边直接去搜索这个，然后就可以进行在这里就可以进行下载了。然后这是它给的一些建议的参数，然后我们回来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们把这个改成这个 Turbo Vision XL 的这个模型，然后同样的一个提示词，然后我们再往下。可以看一下，就是还是用这个采样方法，我们换成他给的那个吧，这个吧。然后他说的是3到5步，那我们这里就设为5步吧。然后这里我们改成大图，这帮我们改成1张。然后这里这个 CFG 值它是建议1到2.25，就是之间，就是这个我们就1。我们点生成，看一下就是用这个模型去生成大图，然后生成了，这个就是它生成的这张图，可以看一下。然后生成的时间，因为这里我是切换了模型嘛，所以说它模型切换有一定的时间。我们再重新去生成一张。这里你可以看一下，用了13.7秒。我们再生成一下，大概看一下，就是用这个模型它生成的一个图的一个时间，大概用多少时间？这个也是用了17.2秒，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是它的一个出图效果。当然，我们把这个图先保存一下吧，我们就保存为3.1。然后这个是就是 Turbo 这些模型，我们再跟之前的 SDXL 1.0模型我们去对比一下，就是切换为就是那个 SDXL Base 1.0模型，然后这个提示词我们用同一个提示词，然后往下。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用同一个这个采样方法，然后这里我们就是20步设为，然后1024×1024，然后开启这个 Refiner 模型。开启这个 Refiner 模型，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出图时间，这个 CFG 值要改为7，然后我们点生成，好，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张图它的一个质量要好很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用时1分21秒。当然，因为这个的话，因为我是在录音嘛，所以说它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影响。按照正常来说，我先把这个关掉之后，再给大家去测一下。好，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用 SDXL 1.0模型生成的这张图，用时51.7秒，比之前我们用这个 Turbo Vision XL 的这个模型用时要长很多。之前的这个 Turbo Vision XL 它是用时10多秒，而且是同时使用这个录音设备的时候用了10多秒。我之前测的时候是没有用这个设备，大概是10秒钟左右，所以这两个的一个用时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出图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先保存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这张图是之前的那个 TurboVision XL 的模型生成的这一张图，然后这个呢是 SDXL 1.0 模型生成的，两张图的一个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还是这个 SDXL 1.0 模型它生成的这个图的质量要高很多，但是它用时要长很多，所以说一味的追求这个速度，它的这个质量，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这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边的。我们再对比一下，就是换一个这个采样方法，就是用一下这个 ULA， 这个要快一点。当然大家都可以下来去测试。好，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换了一个 ULA 这个采样方法，生成这张图用了 38.7 秒，这个时长还是比之前用 Turbo 的一个模型用时要长很多，大家下来都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是 Turbo 大模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模型跟那个 LCM LoRa 这个模型，它们两个对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的 Web UI 更新到 V1.7.0 版本的，然后这个采样方法它就会多一个，就是这个采样方法 LCM。这个采样方法，当然我们是有一个 LCM LoRa， 对吧？然后它这个 LoRa 是单独需要去下载的，然后这个下载地址我也会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当然你也可以去 SafetyAI 上边直接去搜索，它同样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就是说 LCM 呢，它是2到8步就可以去出图的。它这里有3个就是模型，一个是针对的 SD 1.5 的，这里还有一个 SSD 的，当然这个我们用的比较少。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SDXL， 就是这个模型，一般我们是这个或者是这个。然后你点击它，就是点击这里，它就会显示这个是 SDXL。然后这是它的一些介绍，大家下来都可以去看一下的。然后下载你就点后边这里。下载这个就行了，当然这个名字我建议大家是改一下的，好区分一下，就是这个点这个后边进行下载就行了。然后这个是 SDXL 的，然后下载，然后这边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再切换这个 SD 1.5 的，然后我们点它，然后它这个地方就会切换成 SD 1.5 的了，然后同样的点这个地方这儿进行下载，你看跟刚刚那个名字一样，所以说你下载过后，然后这个名字需要大家去更改一下，就是方便区分嘛。然后点击下载，然后下载好了之后，因为这是 LoRa， 就跟正常的 LoRa 的一个使用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先找到就是这个 Web UI 的这样的一个根目录，然后找到 Models， 然后找到 LoRa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你把刚刚下载的那2个模型就是放进来就可以了。就是我这里是放到这儿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2个，我是改了一个名字，就是 SD 1.5 和 SDXL， 就是改一下名字，方便区分。放好了之后，我们就是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里呢，我们先看一下，因为这个都是先测的 XL 模型嘛，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 XL 模型，我们换一个这个 Dreamshaver 的 XL 的一个模型。然后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词，我们再往下，然后这里呢，这个采样方法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 LCM 这个采样方法，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采样方法，比如说 ULA 它效果一样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当然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边，这模型已经换好了 XL 的模型，然后这里肯定要加这个 LCM LoRa， 对吧？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地方的 LoRa， 然后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它这个 SDXL 这个是我改好的这个名字，这个 LCM LoRa， 然后添加一下。然后这个权重是可以更改的，根据自己需求来。这个是针对 SDXL 的这个 LCM LoRa 的。然后我们往下点这里生成，然后往下看一下这个参数。当然这个 Refine 模型我们就是不应用了。然后这里我们同样是1024乘1024的这样的一个大小。这个 Safe 计值呢，我们要改小，我们就设为1。然后这里迭代步数说了是2到8步之类，对吧？然后我们就改为5。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改了，我们点击生成，看一下速度。好，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生成这张图用了 8.0 秒，还是非常快的。就是这个用时其实跟之前的 TurboVision XL 的那个速度是差不多的，因为之前我生成的时候是没有关掉这个录音设备的，然后生成这张图我把这个录音设备给关掉了，所以生成的时间是 8.0 秒，它跟之前我测试的 TurboVision XL 的这个模型10秒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再次去生成一下这张图，我们同样点击这里生成，
好，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用时7.9秒。同样，我们把这张图保存出来，对比一下，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生成的一个质量。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依次对比，就是这3张图。这个是最开始 Turbo 这个模型，然后这个是 SDXL 1.0模型，然后这个呢，它是这个 LCM 这个模型。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3张图，还是中间这个 SDXL 1.0模型生成的质量是最好的，但是用时是最长的。然后像这个 Turbo Vision XL 呢和那个 LCM LoRa 呢，它两个的一个生成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生成质量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各有各的风格，都是还不错的。当然，这个的话是适用于任何的一个模型。然后这个是这3张图，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了这个 SDXL 的这个 LCM LoRa，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针对 SD 1.5的 LCM LoRa，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把这里换成就是 SD 1.5的模型，比如说我换成国风3吧。离氏词还是用这个，当然这个就是 LoRa 肯定要换，我们也要刷新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SD 1.5的这个权重，我们还是默认这个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生成的速度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采样方法还是这个5步，其他的这里我们改成512的图吧，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它生成的一个速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其他我们就不变。然后我们点这里生成。好，大家看到这张图，生成这张图用时仅仅0.8秒，连1秒钟都没有，这个生成速度可谓是逆天了。我们再看一下，再生成一张，你可以看一下，0.8秒就是非常的快，再生成就是这个速度。真的是可谓逆天了，所以针对 SD 1.5的一个模型来说，抛开质量不谈，它的一个生成速度就是这个 LCM LoRa， 它的一个生成速度是远远快于我们之前的 Turbo 那个模型的。大家下来都可以去试试看，而且我们用这个 LCM LoRa 呢，它是可以结合我们上个视频，就是那个 Animate Diff 那个插件去生成一个视频，它是可以大大缩减我们的一个时间的。比如说你在这里选好你自己需要的一个模型，对吧？选好了之后，你就是采样方法，你就用这个 LCM， 当然也可以用 ULA 之类的一些，就是采样方法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迭代步数5步，然后这里你设置你需要的一个宽高。然后呢，这个 CFG 值设为1就可以了。然后上边这里添加 LCM LoRa， 就是添加就是针对 SD 1.5的。当然，如果你这是 XL 模型，那你这里也是需要是 XL 的一个就是 LoRa， 然后再打开你的 Animate Diff 这个插件，然后根据之前的一个设置，这个就是根据你的大模型去选择相对应的是 SDXL 的一个模型还是 SD 1.5的。那我上边用的是 SD 1.5，这里就用 SD 1.5，这个之前就说了。然后这里补充一下它的一个输出格式，然后大家建议是勾选这个PNG 的一个格式的，因为这个它的一个精度是最高的。然后像我们这个 GIF 动图呢，它是通用性是最强的，但是它的一个色彩生成出来是有点不足的，就是它有严重的一个色阶的一个差距嘛。然后像这个MP4的这个视频呢，它生成的一个色彩要好一些，但是它的一个有比较严重的那种压缩比，然后损失的东西也是比较多的，大家下来都可以去看一下的。所以是建议大家去生成这种 PNG 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图，然后再利用一些工具，比如说像那种剪映啊等等一些工具，把这个 PNG 的一个序列图再合成一个视频。比如说像这里，然后你点这个启用。然后你在这里去生成，就是你需要的一些帧率，比如说16，或者是你在这个地方去上传你所需要的视频，或者是这里序列图，然后打开 ControlNet 等等，就是
上个视频就是给大家去演示过，这里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然后，之前生成2秒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画的话，大概是用了1个半小时，就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间嘛，就是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是用了这个LCM LoRA 呢，就是用了这个 LoRA， 然后生成的这个时长2秒钟的一个动画嘛，就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就可以生成了，就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生成的这个 PNG 的这个图片，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放到，就是因为我们的显卡嘛限制，然后只能生成一些小图，对吧？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就是放到这个后期处理，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批量文件里边来，然后把它放大，就是利用这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把这个图片放大，然后放大过后的图片，然后你把它放到比如说像这种剪映里边，我就给大家去做一个示范嘛。然后我记得是就是这个嘛，就假如是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之前就放大了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分辨率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可以导入这个文件夹进来，然后点进去，然后这里排一下序，先点一下名称嘛，然后再点一下就是从 A 到 Z 这样的一个排序，然后它顺序就好了。我们再回到这个全部这里，然后把这个文件夹拖下来，它就是一帧一帧的。然后我们鼠标右接，然后点这个就是复合片段，把它合成一个就是这样的视频。然后点这边变速，根据自己需求去点击这个速度，好了之后我们直接导出就可以。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名字，我就不改了，我就这个吧。然后这个分辨率 1080p 嘛，然后这个码率你可以设置为这个自定义，然后把它设为最大的这个5万，就是这个。然后 MP4， 然后帧率根据自己需求来嘛，24、30都可以。然后这里点导出就行了。好，关闭。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样的。好，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视频，大家下来都可以去看一下的。